哎，张涛，你怎么3天没来上课啊？我被医学院研究了3天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回忆。别问张涛这件事，这大概是他最社死的时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浑身发痒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，张涛？啊，我能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我们学院不是换了新椅子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新椅子过敏了吧？有可能啊。走去研究一下。痒吗？没反应啊。看来不是椅子导致的呀。是哎，周浩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刚刚拆的时候发现这些椅子设计有问题，我优化了设计，可以把螺丝从24颗减少到18颗，用料更省，但结构更坚固。我向学校反馈一下。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我？哎，张涛，你们最近有人过敏吗？我过敏了。现在全校好多师生都过敏了。全校师生？对啊，各个专业都有。医学院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了。那医学院怎么说？他们初步断定是某种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那为什么就今年过敏啊？去年、前年这个时候也开花呀？哪种花偏移了？我想想也不合理啊，每年都开花，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但是今年开花了？好有道理。那有没有这种花呀？哎，我认识管理校园绿化这一块的王大叔，那学校有什么绿植他应该都清楚，找他去。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有八角竹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居然真开花了，10几年都不见它开花了，今年居然开了。王老师，学校里大概有多少八角竹啊？少说也有100多株啊。那大概就是它导致大家过敏，我都开始痒了。那我们叫医学院的同学来看看呗。采几朵样本，我们回去检测。哎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哎，张涛，你不痒吗？哎，是哎，我不痒哎，就你不过敏啊？是哎，就我对它不过敏啊。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张涛就这样被研究了3天啊？是的。研究出来什么？张涛确实不对这种花粉过敏，而且张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过敏过。那张涛一开始浑身发痒是因为什么？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是，张涛3天没洗澡，太脏了。好丢人啊！现在。哎，张涛，这能勉强算我人生出版的第1本书吧？算吧。学长，你都出书了，这书名叫什么？我买来看一下。你不用买呀，就是因为明年那本教材学校会发的。不是，你出的是教材。学弟，你别误会，不能算是化写的，它只是修改了其中一部分。说到这个 Parallel Universe， 老师不对，书里不是这么讲的。你看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？主编叫李鹏，那你不是郑老师呀？李鹏是我的学生啊，这份教材确实写错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会编教材就不要编。小李啊，教材的理论已经不是主流了。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文吗？你怎么不把我最新的理论补上？老师，您论文是去年发表的，这本教材我是2年前出版的。那不能改吗？也就改那小小的一部分。老师，虽然改的部分不多，但改了教材就都得重印了，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。钱的问题你放心，我来承担。但无论如何要让我的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啊。出版教材流程很复杂的，我最近在忙一个课题。哎，好吧，我也没时间。老师啊，要不交给我，只是修改一部分的话，应该不难。可以啊，你改我也放心的。那这个我可不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待会儿来我办公室拿论文。哎，你办公室太远了，我送到你们寝室来。出版的流程咱们得了解一下。我先仔细研究一下原教材，等郑老师把论文送过来，我再看看怎么改。那我可以帮你改错别字。今天任务比较重，晚上就随便解决一下吧。可以啊，不用，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是郑老师大方呀。你不知道吗？每个月18号都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能领18元神券，4.3折的肯德基，2杯39的霸王茶姬，9.9的库迪咖啡，18号还有1元的幸福西饼经典蛋糕。马上去美团外卖 APP 搜索张涛，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领取，快去抢，同学们！论文在这里，你们现在有相关问题可以问我了啊，现在还很早。听你说我整明白了，张涛你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不能睡会儿？正好，要不你床位给我睡一下，我下午还有课呢。你睡吧，老师，我看怎么改。我还能熬，正好我陪你一起。上课前叫我起床啊。还好，出版社来信息了，说审教已经通过，让我们准备一下申请书号的材料。那没问题了，准备一下材料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周号改的有个大问题。张涛，你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，看了很久了，还是看不懂。确实，如果张涛看不懂，那估计同学们也看不懂。
以后的学弟学妹们也会看不懂。会吗？我去打印就是，让同学们也看一下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叫大家来呢，是想让大家看看周浩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太难了。终于是折腾到自己人头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？看不懂啊，量子态崩溃对而不等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如果我向大家这么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个量子态崩溃呢，能听懂吗，同学们？听懂了就好，那就好。周浩，应该按你刚才讲的那样写的才通俗易懂。对，周浩，所以并不是这部分难度太高，而是你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看得懂。你在最后修改的，我们加快出版。好，大家都拿到新教材了吧？今天咱们来看新教材修改的部分啊。老师，这章不用讲了，讲下一章吧。为什么呢？这部分周浩讲过了，他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学会了。哎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3个人。哦，他们说这本书他们已经学透了，后面的课不用来听了。Shift， 张涛，听说周浩惹上官司了。哎，你误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首先你要弄清楚，周浩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这件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我们租车开始说起了。你好，我们来还车了，你检查一下吧。我们开得很小心，没剐蹭。这划痕你们擦的。哦，你记错了，这个划痕本来就有的，你看我拍了照片的。这明显比照片里更长了呀！你们这就不讲理了吧？补齐300啊！这不是敲诈，三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300不好了，大哥。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好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几个大学生读点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平台这么大，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啊？你们是不是？咱们走吧，张涛。这么回事啊？是的，周老师。所以我想起诉这家平台。可以啊。哎，他们这么大的平台，肯定有很大的律师团吧？我们行不行啊？张涛，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，我帮你们联系一下法学院的教授。哎呀，郑教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小郭，最近在忙什么案子？这一年都在处理一个经济纠纷，挺复杂的，1年了还没弄完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啊。而且就算胜诉，我们也只能拿0.2%的提成。0.2%是多少呢？不多，才1200块，确实有点少了。小郭，这次叫你来的是想让你帮我学生处理个案子，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消费者权益。这种小案子，我叫我的研究生协助你吧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从起诉到开庭需要多久？3到6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那够了，3个月我也能学不少。这小伙子心气高啊。对了，小郭，最近咱们学校很多同学找工作遇到那种五险一金都没有，薪资比说的低很多的那种企业，你也要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但找工作可以上我8同城啊，材料好工作等你一条。京东、顺丰等百万名企都在上面组团招聘，平台实地核验，岗位甄选更放心。24小时直播，薪资高的好岗位，5.7亿人都在用我8同城，上岗才招人更快。开工出访还有超多优惠房源可以选，快去看看吧。郭教授的学生听说很厉害，有他们帮忙，我们说不定有希望。那明天咱们先去咨询一下他们吧。那今天咱们都先仔细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。好，那看完之后我来模拟原告律师，你来模拟被告律师，咱模拟一下开庭可能遇到的情况吧。那我呢？我当法官了，这不行了。张涛，那先麻烦去找一个同学，再去这家平台租一辆车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一样的情况。好。学长，我们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？你们付赔款的时候有了字据说明赔偿原因跟赔偿金额吗？没有哎。但我们有付款记录啊。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是赔偿款吗？没有。草率。现在你们的证据链不够充分，看来得等一下张涛了。各位，我找同学租了同一辆车，还车的时候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要300块赔偿。这次留证据了吗？留了，我还叫他录像了，而且这300块钱还开了发票。张涛，你考虑的太细了。张涛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那我们整理一下材料起诉吧。OK， 我帮你们写起诉状，然后提交到法院要求立案。后续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后续你们负责吃瓜就行了。负责吃瓜？周浩该不会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吧？对，其实前些日子就已经打完了，我们赢了。现在这个平台应该不敢再要求工作了吧？周浩，那平台赔了你们不少钱了啊？就600块啊？那你们不是1分都没赚到？我们本来也没想着要靠这赚笔钱呀，不是为了出口气吗？但这件事情上热搜了，3位大学生整顿黑心租车平台，这标题取得不行，说明是3个物理系大学生更吸引人一点吧。胡闹！你这简直是胡闹！顽固！你这样就是在浪费周浩这样的人才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副教授怎么来郑老师办公室啊？还不是因为周浩？周浩他又闯祸了？当然不是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快上课了。
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午没课啊。上礼拜路过数学专业的时候听了一次课，感觉挺有意思，想再去听一下。我也去，物理研究也是非常需要数学基础的。可以啊，那张涛，我也去。下礼拜有考试了啊，大家好好复习。老师啊，多准备3张卷子行不行啊？我们3个物理系的也想考一下。不是，我就听了1节课，我考什么啊？哦，那2张老师。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不考是吧？等会儿回去你给我复习复习吧，就好，总得试试看。没问题啊。老师，这才是2天借我看看呗。离考试就7天了，我初中学完高1数学也就用了7天。副教授，这次期末成绩出来了，陶婷考了几分啊？不及格，59。不奇怪，我这次卷子出的很难的，他和物理系的理想并列第2。那第1名呢？就是穿黄衣服那小伙子周浩，他是满分啊。把周浩叫过来。老师啊，你叫我？咋还随身带个平板呢？好，刚打算出门找地方卖，就被您叫来了。现在谁还出门买平板呢？你叫个转转上门回收不就行了？他们家平板、电脑、相机都收，我体验过还不错的，是吗？他家下个单就有工程师上门来收，我那个佳能80D 和 iPhone 12一共回收了4500多。钱到账了，工程师才走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不满意随时取消订单，全程免费，真挺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数码产品去转转就对了。那我一会儿去看看。周浩啊，你这学期来听了几节课啊？来听了1次半，怎么还有半次？第1次在门口听的，来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所以1次半。周浩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研究生啊？啊，我是物理专业的老师啊，而且我的研究生已经被郑教授预定了。郑教授，你这是在浪费人才。周浩这样的天才就是应该学纯数学造福人类。怎么？只有学数学才能造福人类啊？学物理不行吗？而且我每年给发30万劳务费，你能吗？这能有钱衡量吗？他们3说是3年所有费用我全报销，你能吗？有风力发电机了不起了，郑副教授。是啊，有舞台呢，副郑教授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问问当事人，我都可以，到哪学不是学？你看，但是我也要听听我室友的意见。我觉得郑老师对我们挺好，有道理啊。那我还是学物理吧。张涛，一会儿送你台手机。我有个想法，为什么周浩不能读个双硕士呢？也不是不行啊，我去看看流程。那也得先读物理。哎，副教授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的卷子周浩复印了1份，让我也做了一下，做的不好，不及格，才58分，想请教您一下来着。Shit！ 张涛，你想不好了，周浩他闯祸了，咋回事啊？隔壁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这次期末考好多都挂科了，现在他们都在找周浩。心理学专业的挂科跟周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周浩经常去旁听心理学专业的课吗？哦，莫非？啊，这就是考试范围，发下去的案例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要考的啊。老师啊，案例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这些解析都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了这么多年的案例都是错误的？也不是错误的，老师，用不完全正确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点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这里好多案例都是70、80年代的。在这个广告狂轰滥烧的互联网时代，营销心理学面对当下显然是需要修正和创新的。所以这些案例放到现在，参考价值是存疑的。你叫什么？周浩啊，不用在名单里面找，我只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来旁听的。那周浩，你翻阅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籍？1本你就敢说这些话？理论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敢对这些案例评头论足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咋的，周浩？最近开始研究心理学了？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给我看一本，啊，我也看看。周浩，再给我换一本，这本我看完了。你也迷上了它？我看完了，周浩。你的书感觉知识面不够广，我再买几本。哎呀，这么卡，下单都下不了，是该换。换手机我推荐你去转转呀，这是我在转转买的二手苹果13 Pro， 比先机便宜了2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。哎，最近好多人都在买二手。对啊，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全面检测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。买回来可以先试用7天。我半年前在上面买的平板，到现在都很流畅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老师，我承认我当时浅薄了，但是您的部分案例就是过时。嘿，你这小子，来来来，你试着说服我来。这现在理论缺失的部分是没错。哎，那不完全对啊。老师再参考一下这篇论文，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。哎，你的大部分观点跟这篇论文很接近啊。这论文就是我写的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纲，论文有详细论述，无懈可击啊。这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，你叫其他老师也来看看。无
懈可击啊！同学，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看来我们院出了一个人才啊！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，我是学物理的。所以我认为咱们这门学科也要与时俱进啊！而且我听说这门课每年都考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这对同学们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如果各位老师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参与出卷。所以梦的内容也是心理的一种映射。两位，你们看营销心理学的卷子，咱们3个门外汉都能考满分吗？100分不敢说，但少说也有90。不如咱们给吃点好玩的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出，我帮你们试做，看看难不难。周浩他出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很多人1/3都答不上来。原来周浩让我们出的是人家的期末卷子。周浩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们班一般人在网课。哇，你快进去，进去！我这不为他们好吗？周浩在那教室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但这次卷子也不是周浩一个人做的，还有他室友呢。爸，谁的电话呀？不认识，他说他叫郑教授。郑教授，这我导师嘛。哦，郑大哥你好，新年快乐。哎，阿妹你好，这次打电话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讨论一下你儿子以后读博的事情。读博？读博？正好郑教授给你送礼来啦。儿子，你不是读物理的吗？怎么改读博了？妈，博士啊，读博士啊。哦，博士啊。你儿子似乎不太乐意读啊。他说你不想读博啊？我没有啊。哦，那他没拒绝。喂，帮我劝劝你儿子，硕博连读的机会是很难得的。他说让你硕博连读，我当然可以啊。郑涛，你答应了吗？啊，他说可以。我在学校很受老师看重的。哎，多亏了你，儿子果然听妈话啊！我劝了周浩很久，他都说要再考虑考虑。我孩子是张涛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啊。喂，周浩爸爸，我是郑教授。哦，我没想到我也能。儿子，他说他打错了。郑教授也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过去一下啊。那没啥事，咱就吃年夜饭呗。哇，郑老师给我发了个2800的红包哎，我就说我还是很被看重的吧。那咱儿子可不能了。郑教授，咱们3都给你做了1年实验了，过年连个红包都没有，太没诚意了。有没有？必须有。还可以，8888。哇，6800。2800欧巴，我还没够大吧？小草，红包你抢到了吗？郑老师的吗？我说的是蛋仔派对的红包鱼。哦，没呢，我差点忘了。哎，郑涛，一会儿叫上理想，咱们一起带一把。我叫他一声啊。哎，上次咱们学那个运动器蝴蝶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你让我地图看看呗。我来看看。直接弄条龙啊！一会儿时间到了，咱们3一起去看蛋仔岛春晚吧。听说还有烟花秀呢。好啊，刚好一起许个愿。郑涛，你新年有什么愿望吗？我希望在本科毕业前能发一篇顶刊。哦，你们俩先玩，我一会儿回来。对了，新年快乐哦！喂，周浩，郑老师，想让我读博吗？求之不得。喂，郑老师，杨涛啊，你今年帮老师干了不少活啊。应该的，周浩理想也很辛苦。老师刚刚在看我今年写的论文，发现其中一篇论文啊，多亏你的实验数据支撑。你实验做的太好了，郑涛，你功不可没啊。就是多花了点时间而已。周浩说你做了1000多次才成功啊。对，我可以啊，就是需要这样坚韧不拔。所以我决定这篇论文让你作为第2作者发表，明年我就投稿，你说好不好？那投哪里啊？海恩斯。那也约等于我发了顶刊啊，刚许的愿望就实现了。谢张涛，听说有家公司周浩理想都没看上，就看中了你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时候的事呀？就前几天郑老师叫我们3人吃饭。郑老师又叫我们去吃晚饭，估计又是带我们见大佬。去呗，不吃白不吃啊。小黄啊，最近公司怎么样？稳步上升，郑老师。郑老师，小黄啊，这是周浩，你别看他小年纪，顶刊已经发了好几篇了。现在跟我一起开发一款电机，本来遇到一个难题，他一来，啪，解决了，以后必定大有可为啊。郑老师，这是理想，大2就修完了所有学分，绩点我们院第1，奖学金少说也拿了50万，太优秀了。郑老师，这是张涛啊，是我的一名研究生啊。张涛一定是最好学的，你看出门还带个 iPad， 里面一定是学习资料吧，随时随地准备学习。王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我来之前想找家店卖20，结果没找着。
不用的 iPad 可以约爱回收给你回收了呀，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，非常方便。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来收，当面清除隐私，估价满意现场拿款。我用了2年的 iPhone 13还卖了4000多，钱到账了工程师才走。上市公司就是安全可靠，所以听我的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电脑，爱回收就对了。这是我们的优秀校友黄经理啊。哎呀，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做不出成绩，所以才放弃了科研这条路。今后我派这里学历最低的人。黄经理说笑了，我们都才本科哎。那黄经理的学历是？我是博士。博士已经是我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，但你们作为郑老师的学生，远远不止。这话你看，人家博士都是求着读，所以你硕博连读的事情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好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回实验室了，郑老师。好，我给你们叫车。哎，郑老，我给你们都安排好接送车辆，到了给我发消息啊，郑老。哎，郑老师，为什么黄经理对你这么毕恭毕敬啊？对啊，他好卑微啊，郑老师。因为他们公司用的90%的专利都是我的，我把着他们的命脉啊，付我钱还得拍我马屁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张涛，哎，张涛呢？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算了，自己打辆车吧。张涛，坐我车呀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哦，张涛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以后学习生活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打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。好。我有一家公司从事，郑老师说过。张涛，那你毕业后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呢？我公司规模也不小，而且正属于上升期。你来我公司，我给你保底年薪38万，再加8万股权，怎么样？这么突然吗？不着急，你考虑一下，随时打我电话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记得扣我啊。黄总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显然理想跟周浩比张涛要厉害得多呀，您怎么就相中了张涛呢？我们公司是世界500强吗？不是。那我们是全国500强吗？也不是。那你怎么会觉得理想周浩看得上咱们公司啊？也是，能找到张涛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郑老师的研究生不会差，理想周浩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公司是容不下的。谁骂我啊？谢不得。